然后我以前还会在帮那个企业我跟你讲会做海报，就贴着。我贴那些海报是给谁看的？就是给公司老板看的。我对他们的员工餐厅非常有印象。那个菜色之豪华，比那个5星级饭店的 buffet 很棒哦。然后他用的米啊，那在地的米，他的油用的橄榄油，他的东西都很棒，食材也很棒。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我是工厂医生阿纪，我是工厂医生的阿成。好的，好久不见。最近呢，就是有网友想提问说，他想知道什么是企业文化，然后要如何养成一个好的企业文化。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议题，给他们一些传产制造业案例的分享吗？好，这个就有趣了。什么是企业文化？咱先给定义一下。企业文化是咱企业在经营跟活动当中，它养成的一个可能是叫做价值观，或者是一个信念，或者是它处事的方式的一种总和啦。文化本来是那讲它是靠无形的东西，但是你会从一个外在的感受上知道这个人就文化有气质不安的，就是他的底蕴。对，因为这一件事情呢，它不是3天2头就能够养成的，它是一个环境，它长时间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对，然后在这个地方感染这个氛围久的人呢，他自然而然就会去产生出这样相对应的气质。对，那我们就会了解到说，好像某某公司出来的人，他们都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性格。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一件事情呢讲作，这就是他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从这边公司出来的人呢，都会有一些相同的特性。像我认识很多的讲师啊，你知道都是从台积电出来的，有名的好哥那些，或者是好几位都是从台积电出来，因为台积出品必属佳作，感受就是会给人家觉得，这间公司的文化。然后经过他们培训出来、养成出来的人，都是很优质的人才。没错，而且这种大型公司啊，他们也都非常看重专案管理的能力。所以我想他们在这个专案控管的能力上面来讲，也都特别的强。那我个人也觉得，可以掌握好一个专案的所有的进程啊、风险，然后让它能够如期如质、如预算的达成。其实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人才，他其实已经可以当一个公司的老板了。对啊，而且可以横跨很多领域都可以，就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横跨很多领域的使用。当然，最后最终极使用就会出来当老板了。所以我才这些讲师自己就是老板。那这个企业文化对一个公司的影响跟重要性啊，其实是很重要。就是你的企业的凝聚力有没有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对外也会对他在招募人才有关系。没错。那当然对生产力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指标啦。那但是话说回来，怎么样建立这个企业文化，讲的都很容易啊。这样要从使命价值观开始讲起了。对，大家最常讲的部分。我就发现我们的很多中小企业很可爱啦，就是我们可能不见得有在开像是月报、每个月检讨这件事情。其实像我在辅导企业里面他们会特别注意 ISO 里面有个管理审查会，他会记得开，但他不见得每个月的那个经营汇报会开。所以我都很建议这个中小企业，其实你至少公司1个月要开一次这个经营的会议。那要怎么开这些？其实从前面刚刚陈有讲嘛，你的愿景、使命、你的价值观，都要让你的伙伴知道。头前开场的时候就是要这3项物件都要画几盖。然后我以前还会在帮那个企业我跟你讲会做海报。就贴着，就是每天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在那个月会的时候，就是再把它讲一次。可是我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员工跟你讲你在讲不能够让这些事情沦为口号。对，因为它重点是领导者。其实我讲回来说，我贴那些海报是给谁看的？就是给公司老板看的。这个公司老板不一定有在看。就是有时候很多事情那个外界不是有些传言吗？首先破坏文化的人、破坏制度的人都是老板。都是老板。所以我们自己要自我提醒，就是我们要以身作则啦，然后示范一个文化的价值，因为你只有自己以身作则做出来，才会是真的。那例如刚刚有说要分享一个案例我有2间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间是叫全拓，全拓是我们彰化那个在哪边
花坛很有名，反正安全的全，然后拓展的拓，然后各位你们就是直接网络上打这2个字，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那个影片跟这个创办人的一些故事。那我要讲的是我去看到的样子，就是我们刚刚讲不是那个核心愿景跟这些老板要以身作则吗？那这个全拓那个 David 董啊，他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的那个人，所以他是每天会有个简单的早会，把他们的组员，他都讲组员。他没有说叫员工，他跟同事之间都叫组员，一起工作的伙伴们都叫组员。例如说，他是个很崇尚金石的人，但是你说金石，有很多人变成说，我们公司有这金石，然后过不来成叫这，过不来照的没这，打回原形。对，那就是没有变成那个文化，没有养成，对啊，没有刻到 DNA 里面去了。那他不是啊，他是自己会带着做，他自己会先投入去做，然后他每天会检讨这些的流程的事项。很落实在这个以身作则示范的这个事件当中。那在他们公司看到文化要变成是个透明化跟互相的信任，像他内部的沟通的机制啊，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你有去看过吗？有啊，他们家去看过，很多白板有没有？没错。然后是不是很多资讯都贴在上头，都在上面有很多白板。虽然感觉是比较传统的方式，但是可以感受到就是丰田式的这种看板管理的方式，深植在全拓这间企业里面。它到处呢，虽然有些可能是手写，或者是可能电脑打字出来的，都有可能，但是它所张贴出来的资讯呢，其实都是几乎等于就是这一间公司所有营运的事情、事实，全部都贴在白板上面，包括比如说每一个人的薪资多少钱，对，这件事情就是一般在台湾中小企业最被当作是秘密看待，而且还会被下令说，员工之间禁止去互相透露说，各自的薪水是多少这件事情。但在这一间的传统企业里面呢，它竟然是公开透明的，包括董事长薪水1个月多少钱，全部都写在白板上面。对，所以一个透明跟资讯流通的状态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像刚刚你讲说他那个薪资啊，我以前啊就是有认识一些朋友嘛，有看过全拓的影片他就说啊他的薪资是公开的呢，很多的业主公开，那我可怜不可怜，他们的乱起啊。但事实上，当你自己进去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吓一跳。但是我们回归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薪资是透明公开在那个白板上其实是因为他有给他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他不是说愿景使命吗？他希望他的员工的薪水是8万块。为什么会设定在这个这么高的标准呢？这个有意思。有一次大概3年前我又参访了，他会讲他为什么会定8万块，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在德国设厂。唯有把员工的薪水拉到8万块，等于那边的员工，所以他已经很习惯员工薪水就是8万块的时候，他搬厂到那边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多付出来什么成本，而且他这样在抓成本其实是非常的快速跟精准。没错，等于就是把事先就已经在台湾去模拟在德国的一些成本支出的情况，对，然后让自己习惯支出这样子的成本，那他自己也会去筛选出什么样子的产品，可以为他带来足够的利润，用来去支撑这样子的开销。当他在台湾整个模拟整个练兵都练得完成，他就可以直接迁厂到德国。对啊，这个在台湾企业倒是非常的少见，因为一般除非是那种比如说那些电子厂、半导体厂，国际他们可型产业能有机会到比台湾更先进的国家去设厂，但一般我们应该会偏向去开发中国家设厂，用来去降低我们的成本。对啊，所以他不会想要去提高成本，然后到一个更先进的地方。对，所以他是很逆向做事情的，而且因为他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嘛，所以他定了一个目标，在什么时间点我要我的员工的薪水到8万块。那假设当时平均薪资是3万，他就设了一个目标，多久之内我要到达这件事。所以你看，使命是很清楚的，目标的节奏也都很明白的，然后是公开透明的，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到那边去。然后很神奇是，像我们现在都讲说那缺工嘛，因公司辖内要进去的人啊排满街，要排队进去，然后根本没有职缺，而且他还会一直当人一直把人数往下修。为什么要一直把人数往下修？修到一个最精简的状态。然后留下都是精英。对，每一个都是精英，就没有人是可能只会单独做某些事情。对，每一个人都是多人工。他随时可以去替代。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就是
如果今天你很有紧急的事情，你要请假离开，你就先说一下我请假我离开，然后自己会有人替补，会有替补的那个来贴在你的位置上面。它是个很神奇的。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有说了，就是毕竟是乡下地方嘛，小朋友都比较早要上课啊，而且他们上班时间也比较早啦。他有算好了，我爸爸妈妈载小孩子去上课啊，你看小学生是不是7点多就上课？对啊，公司8点才上班，然后中间就多了个半小时，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他们做一件事，他把上班时间往前提早，相对的下班时间也往前提早，然后就刚刚好接小朋友都很适合。他其实是配合，为了家长必须接送小朋友，就把公司的上下班时间给提早了。另外一个是属于这个工作环境的部分啊，他也很神奇，就是他在整个学习跟发展这个机会上，他是自己在教，亲自在教他的组员怎么样做金石这件事。他自己是被他的长辈送出去海外学回来的。没错。所以如果你有去看过他现场，你有看到他有很多的那个计算在做这件事。后来我有一次我就是问他为什么他在做这些，才发现他的秘密在哪里。他说他要先 cost down 掉制造的成本，但是前面他先做一个，就是他先筛选，假设他公司有100件产品，他会先去分析每一件产品的获利状态如何。然后如果发现为什么 A 产品不赚钱，不是看他不赚钱就不卖看他不赚钱，然后就把他的泵表，然后他的工艺都展出来看。对，在什么地方我应该要再去改善它。然后如果他又经过改善，他发现还是不赚钱，他就这个产品不卖了。他所有的不赚钱不是叫真的不赚钱，就是他有定一个目标，假设是15%之内我就不卖了，他就把它替换掉。确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在台湾，如果我们单纯只做代工的话，很容易陷入的一个盲区，就是我们把营业额拱得很大，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利润率是在往下降的。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说他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的利润率能够快速的提高。对，但是呢，他的营业规模呢可以持续的去下降。那我觉得这个无形之中其实也可以帮他降低风险。对啊，这个跟刚刚我讲说他的员工人数在下修，他很好玩，有一个那个财报分析我有去抓过那个资料。他比如说几年内原本他的营业额是多少，然后员工人数是多少，然后获利的结构如何。但是当他经过这种产品优胜跟劣汰的时候他找到他主要的产品线比较赚钱的产品线，然后去深耕这些产品线。那他反而把员工人数因为没他这人然后营业额没有那么多，虽然营业额掉下来。对，因为他说那个有很多的营业额这是虚的，你看起来很多营业额，但是他不赚钱，他留下赚钱的。然后人就不需要那么多嘛，就人就往下减少，然后他就开始做很多的，他现场有很多的那个智慧化跟自动化。对啊，没错。他常常在汰换他的产线，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专用的产线，他会自己开发一些比如特别的字句或者专用机来做这些事情。更好玩的，真的不是他说要怎么做的，是生产线的人自己去想出来的，因为他有一个激励的机制，就是提案制度给在那个公司里面。然后这个我有跟他询问过，因为很多企业都觉得说黑吉伯科的，就是说他觉得提案制度最后会流于形式我有询问过他，他认为之所以流于形式，是因为如果你所有的动作跟这个员工没有关系，他就不会做嘛。他有跟我分享，他不是每周会早会嘛，每个人可以提出他的那个提案想法。如果这个提案可以降低成本，但是这个降低成本是只有针对一次性的，那叫做发奖金。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长期性的，长期性对公司都会有效益的，那他调的是这个员工的薪资。等于就是说提案出来的人，就是他也有功劳就对了。对，他说不是很多，100-200也是钱嘛但是他就会刺激所有的员工会去努力想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想他的如果3个动作能不能变2个动作，然后他想完就去算说我虽然要改设备嘛我改设备要花5万块，可是呢这样下去我们每年会有多少的产量然后可以增加多少的效益那我每年可能会变成增加出来的效益叫6万，我可能花5万，但我会变6万。对，可是6万是每年的6万。对，它会一直产生下去。对，所以这个效益，对，这个也都是，所以很多人去参观，我不知道可能你如果只有走马看花，你看不到真实的。那我都是从这些细节，因为就很爱问嘛他也很棒，也很会跟我们分享。对，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家也是很棒的、很优秀的一个企业，叫益彰。也是在彰化埤头工业区，然后是做一些那个五金家具的这个执行长黄执行长，现在应该叫副董吧，正确职称我不太确定了不过就是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场合里面，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到说，
那他的文化是怎么去养成的？他说，就是他用一个金字塔的理论这个金字塔理论是这样子，他说，不同位阶的人他其实对于需求是不太一样的。这有点像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是在上面位阶，比如说总经理跟所有里级的人，他即使在追求的是一种自我的实现，对，是一种那个可能心灵上的富足。对。那所以他说，对于这种人呢，他就 A 类的激励的方式给他们。那中间这些基层的干部他想要的可能是那个上升的管道，所以他在那个上升的这一块呢，就是考核嘛，多久啦，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升迁管道给他们。就算说假设上面的每个部门的经理、里级那些都有，但是其实在他的职能之等上，其实也是可以分出来的。对于员工这些主管来讲，他就有觉得看得到也拿得到的一个概念。那他的理念来讲说，基层员工，比如说那些作业员他们比较要求的是现收啦，就是我只要有投入，我就会有谈。比如说他在加班的上面他们就会更愿意，因为加班有加班费嘛。但是他还有一个地方也很特别，我看过他们家员工餐厅。对，我对他们的员工餐厅非常有印象。那个菜色之豪华，比那个5星级饭店的 buffet 很棒然后他用的米那在地的米，他的油用的橄榄油，他的东西都很棒，食材也很棒，不太像我们就是一般企业里面有餐点50块要抬到存40块，抬到45块。一般的中小型工厂可能顶多就便当，然后让你有吃个不会饿的这样子。那他们家感觉是很用心的在办这个午餐，而且是我觉得可以用它是非常高级的中式buffet的这种感觉去形容它。对，它有荤食也有素食，都一样是很高级。我跟你讲，我见证过那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早期跟他们认识的时候，也去那个餐厅吃饭嘛，就是还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外送的，真的就是一般外面的那个合菜之类的。然后员工还不太愿意吃，就都会出去外面吃嘛。后来呢，重新把餐厅装潢完之后，就是改成这种比较地中海式比较营养健康的这种餐点的时候不夸张，那个员工会带那个便当盒来吃饭，因为他们讲究就是环保嘛，所以尽可能自己带自己的碗筷才不用那些免洗碗筷的问题。对，比较环保。对，我跟你讲，不夸张，这么夸张，那个叠得高高的，而且还要自己外带便当。对，然后更好玩，你看到他一个餐盘上面叠高高，对不对？好，旁边还有个便当盒。然后也是堆得满满的，然后我就问他的管理部的主管说：“这个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然后他说有的人看搞腰，所以他会再带一个饭盒。他比如说中午嘛他说他3点到3点10分有个休息时间，他会再吃。对毕竟如果他是从事劳力型的工作，那确实有可能会在大概3点多3点半的这个休息时间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肚子饿，需要再补充一下体力。我就问他们你不会觉得这样子成本会变很高吗？他们管理部跟我讲说，我们执行长说，加一者，加后8加这也给。确实，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那种边际效益递减的感觉啦。如果你一直在去耗用你的能量，那当然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你的输出会越来越少。对，但如果你在适当的时候，再给他加码下去呢，那他就是去激励他。让他恢复体力，那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在越接近下班的时候，通常有些人会有点可能想回家，然后就可能心不在焉对，但是因为你补充好他的体力，他精神也好了，那他就可以持续呢去把剩下的工作给结束掉，那无形之中呢，其实也有机会去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对。这就是很特别，就是说2间不一样的公司，一间是在着重在把生产流程一直给它持续优化，不等于说一张没有我是说每个人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在一张，我光是看到那个餐厅这件事情，从人家以前不愿意在公司内吃饭，都要跑出去，到愿意在公司里面吃饭，而且还会外带，然后到他们对应出来的那个产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另外讲一下，全拓的餐厅也很棒，全拓的餐厅也非常棒，专门请厨师，而且是在大餐厅待过的那个厨师，在公司里面准备餐点的，也都是很特别。所以就发现，其实有时候那个文化是从很基础，你说员工要求是什么东西？这个工作的稳定嘛，像已经结婚过的有家庭的，他需要的是稳定。有稳定的工作可以做，我们的作业员就是期待有一点可以加班，所以我的薪水可以再多一点点。
然后假一霸就是没错对，就吃得饱，吃饱很重要。很重要，对，而不是无的加得无加得后这样不太一样。所以光是这些小地方就会发现哦，那这2间公司跟它的同样是同行的竞争者就出现很大的差异了。所以不是做不到，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去着手。那当然以上只是跟大家做分享，也不见得说我们完全比照办理，但是我就觉得可以听听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让自己的公司可以越来越好。因为毕竟就是现在国际的形势也不是很明朗嘛，很多东西很竞争。那如何让自己保有竞争优势，其实文化也是个底蕴的。没错。好，那今天听完阿纪这样的分享，也觉得收获良多。虽然都是我曾经去参观过的客户，对，但就是多年后这样再回想起来，发现说，他们真的跟别人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原来这个就是企业文化。对，我觉得企业文化它就是这么样的幻化于无形。它其实就在一间公司，从你踏进去它的门口，你就会发现到它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过去我们可能比较少在聊这一块，所以就只会觉得说他们在哪一块做得特别好，但没有特别去思考到原来他们的管理者都很认真的非常努力的去营造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努力的把好的人留下来，然后让自己的企业能够越来越精进。那我想各位业主观众们呢，如果有看到这一集的话呢，也许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这2间工厂他们的经营的方式。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将我们的企业文化抬高到另外一个形式，那也就比较不会说我哪弄掐没了。对，其实只要我们从头从领导者、管理者这边开始去做一些改变，那也许有一天呢，我们的工厂外面呢也会排满了就是要应征的求职者哦。好，那今天呢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啦。如果对这一集有兴趣，然后非常喜欢的话呢，请帮我们按个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哦，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